在中国四川的一片隐秘峡谷中，当夜幕降临，一场令人屏息的奇特仪式正在上演。藏族男子们如蜘蛛侠般，或徒手，或握着锋利藏刀插入石墙缝隙，冒着坠落的致命危险，攀爬20米高的碉楼，只为翻窗与心上人相会。这不是电影特效，而是四川甘孜州的道夫扎坝这个被8000米雪山环绕，直到1974年才通公路的女儿国中每晚都在发生的真实场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峡谷里，古老的碉楼群散布山间，女性掌管家族全部财产，婚姻不需任何证书，一块存放了数十年的臭猪肉被视为比茅台还珍贵的传家宝。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扎坝人至今保留着旧石器时代以来以母系血缘组成的家庭结构，被学术界誉为人类进化仅存的活标本。这或许是我们在现代文明中能看到的最后一个真正的母系社会。扎坝人总人口约13000人，虽被认定为藏族，但他们拥有完全不同的语言与习俗。与同为母系氏族的摩梭人一样，扎坝人也通过走婚来互通情谊，繁衍后代。但他们的走婚方式远比其他地方更为惊人。假如一个扎坝男子和某位女子互生情愫后，他可不能像西方的罗密欧那样站在阳台下吟诗，而是要在深夜摸到女方家的碉楼下，拿出2把藏刀插进墙缝，借着力一路攀爬而上，成功翻窗进入家人的房间里，才能与意中人共度良宵。对于一些技艺高超的扎坝男子来说，他们甚至可以完全不借助藏刀，只靠双手和经验就能够轻车熟路地攀爬上去，比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要更出色，简直可以说是有着飞檐走壁的轻功。而且必须一提的是，扎坝地区的居民普遍住碉楼式建筑，楼高一般20-30米左右。尽管家中的女性往往就住在2楼，但也有个4-5米的高度，徒手爬上去的难度那可不算小。2011年，央视记者来到扎坝地区，记录了当地男子爬墙的绝技。面对镜头，6位年轻人争相展示技艺。只见他们双手抓住墙上石块缝隙，腿脚一发力，身体便牢牢贴在墙上，几个动作之间便灵活地翻进了窗户。主持人惊叹不已，窗户这么小也能爬进去。有位男子因体型稍胖，一度卡在窗框里，引来村民一阵哄笑。这场比赛展示了爬墙不仅是求爱方式，更是扎坝男人展现勇气和能力的重要途径。扎坝男子往往从17、18岁就开始走婚，到40多岁的时候，就算想要再爬房子，可能也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种爬房子形式的走婚，对男子来说甚至是关乎荣誉和面子的。如果一个男人第一次走婚是大摇大摆走正门，那可不是浪漫，而是笑柄，男方会被女方家人取笑，甚至直接轰赶出去，成为全村的笑话。这项技能并非人人都能掌握，倘若技术不够过硬，那么爬墙失败的男子只能望墙兴叹，回去再多锻炼锻炼，才能获得求爱的资本。一旦爬房子成功，这就代表着男方获得了女方家庭的真正认可，缔结了外界认为的法定婚姻关系。之后，这位男子就可从大门自由出入，把这里视作自己的另一个家，再也不必辛辛苦苦的飞檐走壁了。但这并不是一个你情我愿就能爬的爱情游戏。事实上，扎坝的走婚有严格的规矩。爬房子前需要互通心意，也被称为找虾衣。虾衣是当地说法，用我们更能理解的话来说，就是情人或相好的意思。一般找虾衣都是在跳锅庄或者其他公共娱乐活动的时候，这时候大家热热闹闹的庆祝或玩耍，最适合在人群之中邂逅自己的心上人。在大家干农活或者放牲口的时候，也会有爱情撞上门来。如果一个扎坝男子看上了某个女孩，定情形式就是抢劫，他会故意抢走她的头巾或戒指当作信物。如果女方并不阻拦，而是含情脉脉地跑开，那么证明他也对这个男子非常喜欢。等到当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会打开房间的窗户，静静地等待意中人的来到。但是如果女方态度冷淡，想要回自己的手势，这便表示这名男子根本没有入他的法眼，这段感情也只好就此作罢了。而且为了避免近亲通婚的恶果，在走婚之前知道对方的3代血缘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近亲之间的走婚是被严格禁止的，而且女方对于这段感情有着相当大的主导权。如果一名男子未经女方同意擅自爬进他的房子，或者爬错了房间，那么他将会倒大霉了，被赶出门去都不算事，他还会颜面扫地，被族人们羞辱，甚至可能会遭受非常严厉的惩罚。所以说，爬房子对于渣霸男子来说是一场综合性能力的大考。比起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渣霸人所处的地区地理偏远，文化独特，直到2003年，他们的走婚习俗才逐渐被外界所知。在这里，传统的家庭结构是母系家庭，女性是家庭中的核心人物和绝对权威。家庭里面没有夫妻，成员以母亲一方为主线，三世或四世同堂的情况居多，所以渣霸人的房屋都修建得又高又宽。通过走婚生育的孩子由母亲和他的家族抚养，男人并不会作为父亲去承担养育责任，而是往往担任家庭中舅舅的角色，决定家中大事，张罗对外事务，帮姐妹抚养孩子。直到今天，有一些渣霸人仍然保留着这样的习惯，男人往往会把打工赚来的钱给到自己母亲的家庭，而不是给自己孩子的家庭。在渣霸人的家庭里面，女性需要做很多辛劳的工作。按照习俗，家里的各种家务事、农活都需要由女性完成。她们往往需要天还没亮就起来，开始做家中各类家务，打扫、做饭，走进位于1楼的牲口棚里，挤出牛奶，出门放牛。而男性则可以稍微晚起来，除了帮忙姐妹带孩子、做农活之外，他们还需要出门采挖药材或者菌类，为家里赚到收入。到了现在，男性更多的选择则是进城打工。走婚的核心是目聚朝离，无论是女子还是男子，他们都在白天和自己的母系家庭生活，晚上与意中人共度良宵，享受甜蜜的爱情。如果双方感情不和，或是有其他阻碍感情的缘由，那么男子不再爬房子，女方也会不再开窗，关系就这样宣告解除，彼此不会有任何怨言。与大多数地区通行的一夫一妻制比起来，走婚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爱情观和家庭方式。这种制度不涉及政治、金钱，也不受宗教和族规约束，完全建立在双方感情之上。感情浓厚的时候，不需要有过多世俗上的考虑，就可以在夜晚同床共枕；而感情消散的时候，也不需要走任何离婚的程序，就可以一别两宽，各自欢喜。这种爱情可谓是非常洒脱。在了解了渣霸人最为让人好奇的走婚习俗后，接下来我们还会了解渣霸人与众不同的生活习俗。虽然人们往往会以为他们有着和藏族相似的生活习惯，但其实与峡谷外的藏族人相比，渣霸人的语言、服饰和生活习惯都很不一样。渣霸人生活中的许多奥秘，至今无人知晓。首先，房屋是渣霸人生活的核心，是爬房子这种走婚制度能够建立的前提。渣霸人的房屋主要是碉楼式建筑，这种建筑坚固耐用，不仅能防风防寒，还为女性提供私密空间。渣霸的碉楼式房屋多建在山腰处，有单家独户的，也有多个家庭组成的村寨，从高空俯瞰，宛如青山之上镶嵌的宝石一般。渣霸人的房屋一般高达20米，共4至5层，墙体厚约1米，中央嵌有白石组成的牛头图腾，所有门窗都会有精美图案，可以说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房屋由当地的泥块和石头砌成，这些原材料都是屋主全家人以及他们找来帮忙的村民一箩筐一箩筐背来修建的。修房子的过程也是村民们彼此帮扶、沟通感情的场合。女性不仅会参与搬建材，修房子的过程也会做上可口的饭菜和奶茶。渣霸人修建房屋的工艺也可以说十分高超，因为当地的能工巧匠甚至不需要墨线就能砌出来非常笔直的完美墙壁。而且这些简单的建筑构造可以保存的年限却非常惊人。你看，这座渣霸村寨中的8角碉楼，有的竟然已经存在了将近900年，可谓是坚不可摧。这种房子不仅坚固，而且在楼层和房间分配之上也是极其考究。从1楼到5楼依次设有藏式独木梯，方便人们的上下。1楼是牲口棚，往往被用作牛圈，渣霸女性往往会早起来这里喂牛放牛，挤出牛奶。
2楼是厨房也是卧室，一家人晚上铺上毛毡围住火塘睡觉，这里往往也是家人聚集和待客的地方，而女性往往有自己独立私密的空间。2楼还有通往石雕的门，石雕平时无人居住，仅为暂时急用，后来演化为碉楼的装饰。3楼有吊脚楼式厕所，用来存放粮食，也设有客人卧室。4楼一角建有熏烟塔，往往设有经堂，是扎巴人日常煨桑敬神的神圣之地。楼顶通风采光好，可以用来堆放刚收割的粮食和储放牲畜越冬的草料。扎巴房屋内部往往被打扫得干净舒适，火塘为屋内提供温暖。一栋房子可以满足多个人的多种需求，五脏俱全，非常适合大家族一起居住。提过了住房，就不得不提饮食了。如果只看扎巴人的日常饮食，那就和其他地区藏族人没什么两样。他们也会食用糌粑、青稞饼，还会将挤出来的牛奶用来熬制奶茶。但是扎巴人还有一道广为人知的独特美食——臭猪肉，这往往也是外人眼中极致的黑暗料理，可以说平时让人闻风丧胆。屏幕前的观众们，你能想象把一块新鲜的肉放上几十年后再吃吗？而这正是扎巴臭猪肉的精髓。在当地人眼里，臭猪肉可是一种极致的美味，而且还是待客的最高礼节，甚至还是财富的象征。一个家里挂的臭猪肉越多，年份越久，说明这个家庭越富裕。40年的臭猪肉堪比一瓶珍藏的茅台，或者82年的拉菲。如果你去往一个扎巴人的家里做客，他们拿出臭猪肉招待你，可不要以为他们要毒害你，他们可是把你当作极为尊贵的客人来看待的。光听名字，可能会觉得臭猪肉的制作方式和普通腊肉相似，但实际上，这是一项堪比制作埃及木乃伊的复杂工艺，需要专业工匠操作，普通人只能在旁看着干瞪眼。制作臭猪肉，首先选用膘肥体壮的大猪，特别的是，必须用绳子勒死，而非刀杀，让血液回流，保留原始风味。随后从胸口开一小洞，取出内脏，但保留一小节肠子。师傅会将猪腹填满晒干的谷物、香草和青稞，其中最关键的是一种名为圆根的神秘植物，它的苦味造就了臭猪肉特有的陈年风味，据说还有药用价值。完成填充后，师傅用羊毛线缝合切口，封堵猪的所有孔窍，眼窝嵌入石头，耳鼻填色青杠树枝和面粉，确保完全密封。最具记忆的一步是，师傅会从预留的肠子插入管子，用惊人的肺活量将整猪吹胀成肉气球。之后，数人合力将猪挂在火塘上长期熏制，最终形成那臭而飘香的独特风味。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不，臭猪肉必须挂够至少10年，甚至30年、40年才算真正成熟。时间越久，风味越浓，越臭越珍贵。臭猪肉就是靠着时间的魔法来完成剩下的工作。1年接着1年过去，花开了又枯萎，见证着臭猪肉做好的年轻人长满了白发，当年嗷嗷待哺的婴孩也已经身形挺拔，臭猪肉才真正到了可以食用的时候。富裕的扎巴人家里有着30年、40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的臭猪肉，他们以此为荣，视之为珍宝。有人家里甚至有70年的臭猪肉，就算外人出几万块，他们都不肯卖掉。那么，这样的肉要怎么吃呢？扎巴人吃臭猪肉的方法很多，可以生吃或者煮汤，甚至包在面饼里。其中，扎巴人最爱的吃法是直接切下来生吃。入口瞬间，一股无法形容的陈年气息冲击味蕾，苦得让人无法忍受。这主要是因为原根的气味已经渗透了猪肉。但据扎巴老人所言，只要你能坚持多嚼几口，就会越嚼越香，回味无穷，就像一壶陈年好酒一样。不过，对外地人来说，第一口可能真的会有点挑战，毕竟光是知道这头猪肉的年龄可能比自己还大，在心理上面就已经很难接受了。当地人热情地给访客切上一块臭猪肉，许多外来者面对这份珍馐时，往往疑惑不已：就这样直接吃吗？得到肯定回答后，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肉块靠近鼻子，立刻被那股扑面而来的浓烈气味震慑，本能地捂住口鼻，连连摆手驱散空气中的味道。
这可是存放了数十年的猪肉啊！看着村民们满脸笑容的将整片肉送入口中，悠闲咀嚼着，外地访客才战战兢兢的尝试，通常只敢用牙尖轻轻咬下一小块。有些人运气好，尝到的是脂肪较多的部位，味道没那么强烈，勉强能够接受。但更多慕名前来体验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往往被那股苦味刺激得龇牙咧嘴，整张脸皱成一团，声称这是自己此生尝过最难接受的美食。有趣的是，不止外地人难以适应，就连当地的年轻小伙子品尝这种臭猪肉时，也会不自觉地拧紧眉头，表情异常痛苦。这种强烈的口感反差，正是臭猪肉独特魅力的体现。另外一种普遍的做法是熬汤。由于臭猪肉非常的干，就像干牛皮一样，所以炖的时间很长，要慢熬细炖。炖的时候可谓是满屋飘香，就连土生土长的扎坝人也只有在重大节日才能享受到这样一碗汤。老一辈的扎坝人相信，臭猪肉不只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药材。在当地的民间偏方中，食用臭猪肉可以驱风除湿，甚至可以治理糖尿病。当然，实际上并不会有这样神奇的效果。但值得一提的是，制作臭猪肉的时候，往猪肚子里填充的圆根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藏语名为妞马，也叫曼金、恰马古等，形似小萝卜，种植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带。藏医学明珠《四部医典》记载，其块茎味道甘甜，有清热解毒、滋补增养的功能，主治身体虚弱等病症。但对外地人来说，尝试臭猪肉还不如直接啃2口圆根呢。不过，这种让人闻风丧胆的臭猪肉，如今也在慢慢的消失。扎坝村民面对外来人时，也会抱怨，现在都没有能够做臭猪肉的师傅了，这项手艺要失传了。现在家中的老肉也是吃一块少一块了。其实，在扎坝人的心里，臭猪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民族文化的代表。在过去没有冰箱的时候，当人们面对着食物无法长期保存的难题时，扎坝人的祖先想出了这样一种让猪肉能够留存多年的独特方法。臭猪肉正是他们智慧的结晶。扎坝女性的传统服饰独特华丽，衣服以黑袍为底，青、白、红3色装饰，佩戴金、银、珊瑚、象牙、九眼珠等珍贵饰品，每一件都价值不菲，是真正将财富穿在身上的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重量级头饰。首先要将头发编成无数小辫盘成发髻，花费2-3小时，然后戴上麦多美洛银盘，镶嵌宝石。头饰寓意深远，头顶银盘代表太阳，脑后银盘代表月亮，额前一圈象征星辰。这套头饰沉重如一个宇宙，约30-40斤，整套装扮需耗时3-4小时，比外界的女性化一个精致的新娘妆还要久。而且，这套传统打扮不只是美观，更是女性掌握财富的象征。经过数代的流传，以及平日的采购置办，扎坝女性可以拥有价值几万甚至10万以上的几套首饰，她们可以说是真正将财富穿在身上的人。扎坝文化的独特性还体现在舞蹈和葬礼上，他们的玛尼经舞只有6字歌词，翁玛尼贝梅轰是藏传佛教的6字真言，却有38段不同的旋律和舞步。今天，仅有100余人仍掌握这种古老舞蹈，他们用舞蹈祈求丰收，寄托希望。据当地老人回忆，在扎坝曾长时间流行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牙葬风俗，与藏地其他地方也有显著的不同之处。长寿老人去世后，子女便将其尸体背至高山，安放于岩洞之中，洞口堆放一些刻有佛经的大块片石，防止野兽进入，简单而庄重。这些传统也正随着现代化逐渐消失。扎坝人的语言之谜引发诸多学者猜测。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认为他们是西夏王朝后裔，复旦大学龚群虎教授则认为扎坝语属古藏语分支。当地还流传着一个生动有趣的传说，全世界共有360种语言，在世界各民族分配语言时，扎坝人因迟到没分到独立的语言，于是其他民族都给了扎坝人一点，就这样拼凑形成了今天的扎坝话。
还有专家推测，扎巴人可能是历史上失踪的东女国后裔，因为两者都是母系社会，都喜欢用黑色服饰，都住高层碉楼，且地理位置相近。无论真相如何，这独特的语言成为扎巴人与外界隔绝的重要屏障，也保护了他们特有的文化传统。时过境迁，如今扎巴地区的走婚习俗其实已经慢慢的消失了。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走婚在泸沽湖地区更多扮演对外展示的一种传统习俗，而在扎巴地区，他们的走婚习俗同样在被现代婚姻制度取而代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拒绝走婚。有村里的年轻人分享到，现在男女双方关系确定了之后，男方父母就会带着酒哈达到女方家商量婚事，一般通过打卦确定结婚日期，然后将新娘子接到男方家宴请宾客。婚后的女子就一直在男方家生活，不会有走婚的现象了。这和外界社会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已经没了本质的差别。这背后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当地政府会有意识引导，让现代婚姻去取代走婚与一妻多夫制度。2011年，在央视的探访节目中，节目组找到了雅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碧荣，他表达到，当地政府并不支持现在的走婚形式，但是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那毕竟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只有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慢慢的进行引导。并且李部长还明确提出，当地政府虽然尊重和默许走婚，但是明确规定了一名妇女最多生育3个孩子。在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当地政府就已经有所行动，但是扎巴人仍然广泛的进行走婚，甚至孕育了一种不同的形式，登记结婚与走婚一同进行。1980年，瓦多乡推行注册登记结婚，到1985年，一个村子里的122户人家有62对夫妇登记结婚，但是仅仅过去了1年，1986年，这个村子里的45对夫妻便离婚了，继续选择走婚。这样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闪婚闪离现象，正是因为扎巴悠久深厚的走婚文化和初来乍到的现代婚俗相遇过后，两者之间产生了奇妙的碰撞。进入21世纪后，走婚习俗逐渐消失，这既有政府引导的因素，也有族群内部发展的原因。交通便利，互联网普及，让年轻人更渴望走出峡谷，拥抱现代生活。为了孩子能上户口读书，许多人也不得不领取结婚证，正式确立法律婚姻关系。距离央视的探访仅10年之后，走婚文化已接近彻底消失。当我们跟随精通几种语言的扎巴姑娘拉姆走进她家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房梁上挂着的2头30多年的臭猪肉，证明这是个富裕之家。当问及走婚，一位年长女性回忆道，只有晚上才能爬，而且还要是半夜。而当代年轻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一位操着四川口音的女孩困惑地问，走婚是啥子难？拉姆听到爬房子的话题，忍不住笑出声来。现在修的房子石块之间已经没了缝隙，给绳子也都爬不上的。他的笑声中既有对传统的怀念，也有对改变的接受。这种变化也带来了男性角色的转变，从舅舅到父亲，他们开始承担起养育子女的责任。走婚习俗或许会像泸沽湖的摩梭人一样，最终成为旅游表演项目，而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扎巴的母系社会展示了一种与主流不同的性别关系模式。在这里，女性享有很高地位，却也承担繁重家务；男性虽不是家庭中心，却也用自己的方式做出贡献。他们共同维系着这个独特文化的运转。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片走婚大峡谷正在悄然变化，房子越修越平整，能做臭猪肉的工匠日渐减少，人们不敢食用祖传的臭猪肉，怕吃一块少一块，再也无法复制。但至少，当地人的记忆和讲述让我们得以窥见这段珍贵历史。屏幕前的你，对母系社会有什么看法？在今天的世界，我们是否能从中获得关于性别平等的启发？你愿意体验一次扎巴的走婚文化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